你乖乖等阿娘，阿娘要去谈点事情。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。”蓝大人何时启程600两，每耽搁1分，便多1分风险。原来我和蓝大人早就认识，原来一切都是因此而起。到家了，到家了！快走！是玄机，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跟着我们来的。但是此事我只密报了太后，她怎么会知道？下面就看你们2个人的本事了。看样子，来者不善。在那儿，你快去报信，我就拦住他们。可是大人，快跑！快走！蓝大人，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苦若，你记得阿娘的心病吗？阿娘把心病藏在了水面之下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想知道阿娘是谁，都做过什么，你就去找到她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玩一次捉迷藏，好不好呀？就像阿娘这样，如果你赢了，阿娘就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多的蜜饯，怎么样？还有这个，你一定要藏好。杏花水月树就是为了去除心病，手给阿娘，把眼睛里盖住，阿娘要藏起来了。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了！快！阿娘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阿娘要你，阿娘要你，阿娘没有抛弃我，阿娘爱我们，阿娘爱我们。张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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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张平，张平，醒了。没事吧？我阿娘是好人。
我的族人都是好人，阿娘没有抛弃我，阿娘是为了救我而死。好了，张平，这圣壶是做什么用的？没什么用途，是象征着敬畏自然的本性。我们部族世代沿袭医术，治病救人。镜花水月术也只是一种去除性命的艺术。我阿娘当时一定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也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做镜花水月了。她为什么还要嘱咐我去水下面找她的心病？你阿娘既然说过此话，一定意有所指。但是这心病不在心中，会在哪儿呢？熟林当年也在此处落脚，我却从未对他有过戒心。找找吧，若说他有什么秘密，最可能藏在此处。是。阿娘的心病是什么？阿娘把心病藏在水面之下了。难道心病就藏在真正的水面下面？快给张平帮忙！是。大人，这儿什么都没有啊，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张平，你是不是理解错了？旭东，这好像有东西，拿来。大人，给我。玉蝶，兰夫，他果然调查过我。皇子出生的玉蝶，为何会在这里？庆丰15年，难道玉蝶上的皇子就是当今圣上？配置都已经查到了。是。10年前我进京，的确不是为了赶考。接近你，起初也是另有所图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查摩罗村的案子。你到底是谁？10年了，也该揭开真相了。
这就是我家。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，一定会在这里。这屋里怎么那么乱？像是被谁翻过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阿娘给我量的身高。怎么还记2个？我记得家里好像有个哥哥，但是他从来不跟我玩，总是坐在房间里安静的看书。这是我的小名，苦若，在族语里是小狗的意思。可是它为什么叫小龙呢？小龙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摩罗村的习惯。村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叫小猫、小狗之类的，这样子的话好养活。可是小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30年前，太后用回声阵调包皇子。我想起来了，小龙在我们族语里的发音是“清章”。什么？只是被他调换的那个真皇子，并没有死，他活到了现在，正坐在你面前。此事还要从张平说起。彼时张平的阿娘因会镜花水月术，被玄机从摩洛村强行调至周景科，成了名周锦生。阿娘有写手札的习惯，说不定会记下什么。好像藏在这里。庆丰15年元月，圣上和李妃为救小皇子，请玄机为其布下回声阵法。术法施了2天2夜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小皇子当真又活过来了。施术结束，离去之时，我发现玄机抱着一个婴儿，形迹可疑地离去。接下来阿娘写道：“她一路跟踪，终于明白，玄机其实是将小皇子调了包，他把小皇子带到云霄山上，想把奄奄一息的小皇子和这个秘密永远的埋在地下。”
别怪我呀。或许真的是真龙显灵，上天必有。就在玄机要掩埋小皇子前，瞬间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玄机心虚逃窜了。那一刻，张平的阿娘只觉得我是个无辜的孩童。她于心不忍，便连夜带着我逃出京城。赶往远在南方秘境中的摩洛村。一路上，他用草药维系我的性命，对我悉心照料。回到村中，又经族长治疗。不知是医术神奇，还是我命不该绝。我的病竟奇迹般的被治好了。后来，她便成了我的干娘。10年转瞬而过，我也长成了少年。干娘见我终日以书为伴，聪颖好学，或许她觉得我终究是名皇子，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于是便把我的身世告知于我，欲将我带回京城。只是以他的善良，绝对想不到，当年调包皇子是太后密令玄机所为。他一直觉得，当年是玄机受命为我施术回生，却力不从心，又怕先皇降罪，才私自用假皇子与我调了包。干娘询问我的选择，你想见你的亲生母亲吗？少年的我心高气傲，当然想回到京城，也想去见见我亲生的母亲。她便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告诉我，事关重大，不能贸然行事。她会先去京城，找最负清正之名的兰陵大人商议。第2日，他本想独自前去，却招架不住张平的哭闹，带着他一同出发了。我心心念念，等啊等啊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……后面的事情也不难猜了。当年，我还能去京城找老兰大人，应该就是想帮顾清正回到太后身边。出于臣子本分，你父亲觉得应该尽快接皇子回朝，所以当他得知消息，便立刻入宫，亲口密报太后。而那时先皇驾崩不久，李氏凭着诞下先皇唯一的子嗣，
登上了太后的宝座。此事一旦泄露，他将成为千古罪人。初尝到权力的滋味，自然不甘心失去所有，所以，他下了密令，让玄机跟踪老栾大人前来屠村，要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摩罗村的知情者全部杀死。直到你父亲被玄机绑回京城，他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太后的阴谋。我父亲满清忠正，竟被太后如此利用。不止如此，裴志，你可曾想过，若当年你父亲不曾通敌，那又是谁泄露了军情？军中朝政我都查过，但一无所获。你自然是查不到，因为此事是太后亲心所为。可太后呢？她怕引起众怒，牵连自己，便把这罪名转嫁到了你父亲头上。那他也不会认下这通敌叛国的千古罪名了。你以为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太后以你的性命为筹码，你父亲除了心甘情愿认下这罪名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来府85口人，摩勒村全族，周景科的知情者，他残害了这么多条性命，就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贪婪与权欲。所以我此次回京，几番筹谋，就是为了要向太后复仇。书林，你可有计划？在千秋仪大典上揭露太后罪行，让她在权力之巅瞬间跌落。当年她为了权力牺牲了我倒要让她看看，她最在意的东西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玩物，你随意戏弄。我要让那些愚蠢之辈为了这虚妄的权利争个头破血流，你死我活。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，什么权利，什么地位，一切都会幻灭。这场戏不好看吗？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邀他一起看。裴之，你我相知一场，我正是邀你与我共赴盛会。你若想好了，
别来宫中寻我。镜湖先生已是过去，从明日起，我便是含元殿中专门为太后治疗烧伤的顾太医。得亏你找到族中的药方，治这胀气还真管用。啊，这下南征军有救了。族中的药方都是用族语写的，我把军中用的上的都抄了一份。单日兵拿走吧。你执意要走，我便不留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我在京城等你们凯旋。张平，你回京后如何打算？千秋仪大典在即，太后有令，流民不得在京四处流窜，需自行前往归义访安制。老伯，拿去吃吧。谢谢谢谢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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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开！前面全部让开！你看什么看？太后的花车你也配？滚！是张平，追！站住！张兄，张兄！有没有看见一个满脸黑泥的流民从这儿跑了过去？没有。那你在这做什么？我卖筐呀。哎，贵人，这是本店主打的西域风情筐，我家里还有一个，你们3个人正好1人1个，怎么样？走。哎，贵人，你这筐还要不要啊？去。张兄，这通缉令还在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陈丑，我的阿娘、族人、老兰大人，都是被太后害死的。太后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要先去找兰大人。张兄，郑平，这次你得听我一回。给我回来！陈丑，你听我的，这会儿全城都应该在搜捕你了。你先在家好好待着，城门一开，我就想办法送你出去，再也别回来了。陈丑，我必须去。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就是你活下来。你今天要是想出去，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。
阿娘藏起来了。站住！这该死的世道，善良的人总是不得好报。难道只能一个辙了？你到底还是来了。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杀了我，这天下就乱了。你敢吗？父亲，我终于替您报仇了。觉儿，父亲，父亲，觉儿，还记得为父曾经教导你的话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君子不苟求，求必有益；君子不虚行，行必有正。可你呢？看看吧，这就是以恶制恶的世界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明天就要去京城，帮清长办事了。他若能回到京城，跟自己的娘亲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会很快乐。只是这一趟不知要出去多久，苦儿又要哭鼻子。我好舍不得他，狗狗你要小心啊！但为了清章，又必须要去。君子不苟求，求必有益；君子不虚行，行必有正。你居然敢忘了？为父教的你能忘吗？我儿懂事了。张平，谢谢你和你的族人。当然重了。说到底，摩罗村只是个普通的村庄，住着普通的人。
研习医术，及时救人，本来就是我们的生活。娟儿，君子应有什么样的品行？见过这个通缉犯没？没有。去。你呢？没见过。好看清楚点。去会议房，都看着吧。好着点。给蓝大人。大人，刚才是张平递了张字条给我。明日午时，归义坊内，盼与大人一会。大人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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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真没用！睡什么睡啊？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是我爱吃的，原来你都还记得。陈超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。你说过，你好不容易才交到我这个朋友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我知道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我，我为你做的很少，这些吃食就当是一份报答吧。此去若真无再见之日，望君多加餐饭，真好吃，务必珍重。好吃。天秋一庆典，普天同庆，礼部发喜钱了，人人都有份啊！来，都排好队啊！别动了啊！都没长耳朵是吧？再挤就吃鞭子了。这不是瘟疫吗？会传染的，大家不要慌，不一定是瘟疫。快去请个郎中。是。
可有人愿意搭把手，将此人抬到个僻静的地方安置？我来。都排好队啊，准备发钱了。都排好队。别挤了，别挤了。我。范大人，我已经找到真相了。顾清章既然是真正的皇子，30年前在回声镇上被调包了。我知道，他已经亲口和我说了，还承认自己就是镜湖先生。他怎么又承认了？如今，他已经是宫内的太医，计划在千秋仪的大典上让天下大乱，还要我一同向太后复仇。您答应了？太后犯下累累罪行，与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但是舒林如同火药，他现在复仇心切，全然不顾无辜之人的性命。若他在大典上引爆局势，轻则朝中动荡，重则天下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千秋一役竣工，洛城大典即将举行。此番太后大兴土木，用上万株名贵椰油檀把宫里装扮起来，还请了各路藩王、外国使节，意图在大典上彰显自己权倾天下的地位。怪不得，我看到的应该是运花的车队。让开！全都让开！你看什么看？太后的花车你也配？滚！舒林只说了要在千秋仪大典上作乱，让天下大乱，一切幻灭。在千秋仪大典上揭露太后罪行，让她在权力之巅瞬间跌落。但他并不信任我，所以具体计划只字未提。他筹谋多年，只待此刻让太后在权力巅峰跌落，一定是做好了充足准备。即便我们将他控制，也不一定能阻止他的计划。此刻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入汉元典，将此事原本告诉太后，让她取消大典，阻止顾清章的行动。不过，太后得知一切之后，必定会杀了你我灭口，继续掩盖罪行。可如果那样的话，您的父亲，还有我的族人，就再也没有机会洗清冤屈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我们只能先解决火药，稳定住局面。倘若你我有幸能活到圣上归来，再想办法惩治太后吧。给我仔细的搜！有官兵来了。大人，来不及了。张平，此事就这么决定，你先离开。父亲，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可我或许不能为您洗冤了。
太后自烧伤后便不再见人，过去吧。每日只有书里能煮点上药。下一个。那我在上药时间，假借顾太医徒弟的名义，混进含元殿去找太后。走看看。我想办法去拖住书里，并且打探他的计划。顾太医，申时将至，该去给太后上药了。自太后被烧伤之后，便疑神疑鬼，不仅加强了身边的守卫，就连应喜公公都被他怀疑，调离了含元殿。我派人潜入太医署，拿一份书令给太后配的烧伤药，有此为证，或可让守卫信你所言。还请入内。书令，裴之，你不是顾太医，你是谁？太后，我是张平。来人！你我因书画结缘，引为知己。那时我们喝酒谈天，如梦如醉。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恣意的一段日子。我时常想，若有一天兰府沉冤得雪，是否还可以回到那段时光，与你一起把酒言欢？裴之有话，但说无妨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知道，10年前，你是否真的替我喝下了那杯毒酒？我确实饮下了那杯毒酒。当时我也才刚刚得知，欲要对我斩草除根之人，竟是我亲生母亲。所以那时我也万念俱灰，了无生趣。可笑我只知你游戏人间，无心可取，不知你经受如此煎熬。也许是天意吧，我竟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。可从那一刻起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。顾清章，就是当年你欲杀死的亲生儿子，但他并没有死。他现在正潜伏在你身边，等着向你复仇。顾太医，申时已过，您怎么还不去给太后上药啊？
这是当年你不告而别后，我写的一幅字，一直想找个机会送给你。死别已吞声，生别长恻恻。故人若梦，明我长相忆。书里，不愿同你一起复仇。裴之，你放心，待千秋一大典过后，你父亲定会沉冤得雪。我知你定然计划周密，我能做什么？郭太医，有个人自称是你徒弟，进了含元殿。前因后果我都说完了，请你先阻止顾庆章的阴谋。苦若，你回来了。家里还是老样子吗？圣湖的水有没有干涸？后山那片杏林还挂果子吗？小时候被他酸倒了牙，几天都吃不下饭。桌子上还有圣术师做的书签吧？那是你阿娘做给我的。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，她上蜡拓印，你就在一旁捣乱。那套书签我没有带走。我不想让他被外面的误会沾染。那里还保持着和从前一样。不，是凝固在那一刻。所有的族人都不见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太后，因为她贪恋权力，不惜杀死至亲骨肉，覆灭世外桃源。如今，我要让她苦心经营的一切，在她面前分崩离析。苦若，届时你就站在我身旁，我们并肩看着这个始作俑者接受最严厉的惩罚。不，我永远不会站在那边。你是不想为阿娘和族人复仇？你知不知道，
那样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。苦难？你有那样的好阿娘，你又遇到了那样的好师傅，你无忧无虑了好些年，你知道什么是苦难？这些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喜好在圣湖后面的山头看书。那日看得疲乏，在山上睡着了。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，见一片血雾弥漫在村子上空。我心生疑惑，急忙赶回村庄。见到的竟是所有村民顶身而亡的惨状。大人，在这边。搜，一根头发都不要放过。大人，怎么找？找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他身上戴着一个昙花的头饰。搜！听到他们在找昙花头饰，我才知道，他们是来杀我的。幸好我身上带着族中的哨子，我使劲吹响哨子，让圣湖的水像做仪式似的震动、沸腾。这怎么回事？大人，妖法，是妖法！快跑！快跑！我设计暂时吓走了他们，又怕他们找不到我尸体不肯善罢甘休，只好偷偷回到村里，将昙花头饰藏在一个死去同龄少年的身上，自己苟且偷生。这10年间，我历遍艰难险阻，受尽白眼嘲讽。我不惜一切代价地回到京城，却发现要我死的竟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你说，他要我来到这个世上，为何又要亲手将我送入那无间地狱呢？若是他当初没有生我，若是你阿娘也不曾救我，若是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死在那场红雾当中，又或者配吃的那杯毒酒当真就无药可解，那我这一生也算是幸运的吧。所以，就此收手吧，你就不会再受折磨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所有，难道你还不能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吗？不，你感受不到。或许你再早回个10天半月，你还能看到你的师父被铺尸在城楼上。那才算见了最后一面，才算尽了孝。杀了他，不只是为你阿娘和族人，也是为你师父复仇。
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、恨，但是用痛苦不能治好痛苦，用恨不能治好恨。如今太后已经知道了一切，都结束了。是吗？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蓝大人吗？不过来了也好，太后被杀了，你看见了，凶手是谁？蓝大人，来人呐！郑平刺杀太后，将他拿下！